大家好，本期视频我们继续分析和预测特斯拉股价在2023年7月6日的走势。首先，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特斯拉股价在7月5日走势的基本信息。它的开盘价是278.82，收盘价是282.48，在盘中最高价是在283.85。最低价是在277.60，在盘中它的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的负值是达到了6个点。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依然是在各条均线值的上方。当日的成交量是 1.315 亿股，是前一个交易日的 1.09 倍量增。但是在这里边我们要补充说明一下，由于7月3日的当日的交易时间是减少了3个小时，那如果我们按照时间的这样一个比例简单的推算，实际上在7月5日它呈现的是一个大幅的量缩。好，我们来看 KD 值。KD 值双线是继续上行，开口增大，这样的信息说明上行的走势在增强。MACD 快线上穿了慢线，在零轴的上方出现了微小的绿柱，那这些信息说明股价在继续增强短期的多头趋势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K 线信息。在7月5日生成的这根 K 线叫做含上下影线的小绿 K 线，它是一根上涨的 K 线，它所处的位置是在股价出现回后上涨的行进中。我们会看到当日的 K 线没有新高的出现，但是呢，收盘价是收在了高位。那这样一根休息的 K 线是要等待日后的突破。那在这里我们讲的突破就是突破前一个交易日的最高 284.25 和这根 K 线的最低是 275.11。然后我们会看到当日成交量，我们刚刚说了，实际上呈现的是量缩，所以日后股价如果不能够向上突破，那么股价很有可能会出现回档。好，这是 K 线信息的解读。接下来我们来分析后续股价的走势。我们调出辅助线。那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一期视频我们对7月5日股价走势的预测。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，股价会出现横盘向下，收盘价会在278附近。另外一个可能，我们预测股价会出现上涨，收盘价会在290附近。实际在7月5日收盘价是在282.48，出现的是横盘向上。我们预测的横盘向下收盘价的点位和实际的点位不仅相差较大，而且方向也不同。那当日没有突破我们定义的这个第一个目标，就是 284.25。我们刚刚从 K 线信息解读，这是一根休息的 K 线，也就是后续股价要有向上或者向下的突破。那基于现在依然是一个多头的趋势，那么我们先来看股价后续的上行。对于7月6日股价上行的第一个目标依然是前高，是284.25这个位置。我们取整数是284。那我们在前一期视频说了，这个目标它仅仅是一个压力位，实际上在股价站上了277之后，也就是这个位置，那么就是7月3日的收盘价站上277之后，
它的目标已经是314了，所以目前的284，它只是一个压力位，站上这个压力位将预示着股价继续沿着这样的一个趋势去上行。那第二个目标就是314，是真正的目标。在到达314之前啊，这条1号趋势线，我们自己定义的1号趋势线和当日 K 线的焦点将成为一个重压，是在294附近。对于7月6日来说，好，那314如果被站上，那么股价如果继续上行，它的目标一定是414，就是特斯拉股价历史的最高。当然我们在到达这个目标之前，我们还要给一个中间目标，就是压力位是在384，也就是站上314之后的一个前高是384。好。那么上行的3个目标，我们说是284、314和384，这是后续股价上行的3个目标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看股价的下行。股价如果出现回档或者是下行，那么它的第一个目标是260，是6月30日这根 K 线最低。实际上它不是股价下行的真正的目标，它也是一个中间目标，是支撑位。那260如果被跌破之后就是241，这是股价如果出现回档的真正目标。因为跌破241啊，将会瓦解目前股价的多头趋势，所以这才是股价如果回档的真正目标。但是在到达这个目标之前啊，我们会看到上方是有护城河的，各条均线值包括这个缺口都会成为支撑。同时最强的支撑就是这个20日均线值，20日均线值在7月6日会到达258附近，是在这个位置。所以要到达241呢，上方的支撑还是比较强的，也比较多。241如果被跌破，那么股价会转为空头趋势，接下来的目标就是223。这是我们说股价下行的3个目标。那对于7月6日盘中，我们要给出一个观察位，在前一日我们给出的是270，那在7月6日我们要给的是这个缺口的上沿是275，我们上移这条水平线。好，我们来说说为什么要观察这个位置。股价如果在7月6日和之后的交易日，只要不跌破前低，我们指的不是缺口的上沿，我们指的是7月3日这根 K 线的最低，也就是股价只要在盘中或者收盘价不跌破275呢，那股价一定会继续上攻。所以呢，我们在7月6日盘中我们要关注这个位置，但一旦股价在盘中回踩了这个位置，或者说是如果在盘中跌破了275，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一个深度的回档，有可能会回补这个缺口。当然，如果股价是要继续强势的上涨呢，我们不认为它会回补这个缺口。最多会回补到缺口的一半，也就是270这个位置，会继续掉头向上。对，所以这是我们对于股价如果出现回档的一个看法。当然，如果股价如果这个缺口被回补呢，我们认为它一定要测试260。当然，如果再向不好的方向去说，那接下来就是要测试241了。
对，好，那这是我们对后续股价走势的分析。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。在我们目前有一个多头的持仓，是在7月3日收盘价279.82这个地方是建仓的，但实际操作呢可能会到7月5日的盘前。7月5日盘前它是一个低开，因此如果进场应该是成本位会更低。我们有5%的进场，目标是292，我们指的是短期的目标。我们止损是守267，我们给的是这个位置。对，那么这是我们在7月3日收盘或者7月5日盘前我们给出的一个进场位和止损位。那到了7月5日的收盘价这个位置，那在这个位置我们是没有技术上的加仓建议的，理由是当日实际上我们看的现在是量增，但如果7月3日是一个满时的交易啊，我们按照这个简单的比例推算，应该当日的成交量会到达也就是2亿股这样的一个位置。所以如果按照这样一个简单的推算呢，在7月5日它呈现的是量缩，而并不是现在的量增。价涨量缩在相对高的位置啊，我们认为股价很有可能会出现回档的。对，当然我们不排除会出现补量的上攻。对，所以在技术上我们保守的来看，在这个位置啊，我们没有技术上的加仓建议，依然持有这50%的5%的仓位。对，那么然后我们守的这个止损的位置，我们要守5日均线值的下限。在7月6日5日均线值的下限是在271附近，我们守这个位置，也就是股价只要不跌破271，我们可以继续持有这个仓位，来等待股价回踩之后的继续上行。好，这是我们对技术上的多头的操作建议。那我们对这样多头操作建议，对于短期来说，目标依然是292。好，我们再补充说明，就是说在我们这个预测当中，我们依然认为在上方的294这个地方，这条趋势线，它将是一个强压力。强压力它一定是一个重要的标志。我们会看到这条趋势线是由特斯拉历史最高和接下来的2个低点确立的这样一个下行趋势。一旦这条趋势线被突破，那么将会瓦解这2个低点。那这2个低点瓦解之后呢，我们说对于目前日 K 线图来说，就不再有下行趋势线了。所以这条下行趋势线它是最后一条下行趋势线。对，那么空头一定会守这个位置。所以目前股价到达这个位置啊，如果没有一个坚定的多头的一个突破，在这个位置很可能会造成股价的一个回档。回档有可能会继续回档，出现深度的回档，来回到我们定义的这个我们没有编号，是1月6日和4月27日这个底高的上行趋势线。如果出现深度回档，会回踩这个位置，或者有可能出现一个小幅的回档之后，继续等待日后继续突破这个上边的这个1号趋势线，因为1号趋势线会随着交易日它会下降。那我们看看有可能是不是会小幅回档之后再突破，
或者说是有可能出现深度的回档。当然，也有可能在这样一个强势的上涨的一个多头推动下，可能会突破一下这个趋势线再回档。对，好，这是我们对目前股价后续走势的一个简单的一个推演。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空头。空头我们只讨论空头，不做空头的操作建议。在7月6日，如果出现低开盘，一定会有空头的力量进入。那他们的目标一定是264这个位置，也就是要回补这个缺口。那在这个地方，也就是低开盘是在280附近，如果有空头的进场，他们的回补位应该是在287到290这个位置。那当然，如果股价是一个高开盘，或者甚至是跳空的高开盘，我们认为在到达290的时候，一直到上方的294会有空头的进场。那么他们的目标是275，他们的回补位应该是在300关口附近。对，好，这是我们对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的说明。接下来我们来看看7月6日开盘之后的压力位和支撑位。那如果各位网友方便，请在屏幕的下方按下点赞按钮，以帮助本频道的推广。谢谢大家。首先到来的第一个压力就是前高284，然后是当日 K 线和下行趋势线的交点是294，第三个压力位就是314。下方的支撑首先到来的就是这个缺口是264到275，其中5日均线值是从271到274，它在缺口范围之内。第二个支撑位是当日新生成的10日均线值，是从262一直到264。那它和缺口实际上已经连上了，但是我们还要把它分开，因为它们的标志不同。然后呢，第三个支撑位就是当日新生成的20日均线值，是从257到258。这是压力位和支撑位。那基于以上这些信息的解读和分析呢，我们给出7月6日股价走势的预测。那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，股价会出现一个补量的上涨。如果出现补量的上涨，它将是高开盘，甚至是跳空的高开盘，然后股价最低会回踩到280，最高上方会到达292，然后收盘会收在290附近，在这个位置。那它的条件当日必须是高开盘或者是跳空的高开盘，并且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低于280的，满足了这个条件才会出现这样一个补量的上攻。好，第二个可能，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回档，并且是一个深度的回档。如果是这样，它将是低开盘，或者是小幅的高开盘，然后股价最高会到达286，最低下方会回踩到271，然后收盘会收在273附近。那么它的条件是在盘中股价会到达275，也就是股价如果在盘中跌破了275，将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深度的回档。但如果没有到达275呢，我们不认为会出现这样的深度回档。好，以上是我们对特斯拉股价在2023年7月6日走势的分析和预测。
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，同时也向各位会员朋友的赞助表示感谢，谢谢大家。